Hello，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早中晚上好，这里是旭儿梦。今天这期视频呢有些特殊，正式开始前，请先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系列。如标题和封面所示，这个系列的视频呢和模组推荐一样，都是月度，每月初更新一期。具体的视频内容呢分为两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是大型模组在过去1个月内的更新日志与最新消息，涵盖了已经发布的30款大型模组，以及暂未发布的18款开发中大型模组。本期呢会介绍其中的26款国产大型模组，都分别邀请到了作者本人来供稿，其他模组则是邀请到了对应的汉化工作者来负责。至于视频的第二部分，之前大家在看月度模组推荐的时候呢，可能有注意到视频中从来没有推荐过新发布的大型模组之子模组啊，没错，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分就是推荐过去1个月发布的子模组，由对应的汉化作者供稿。本期视频为试播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请多多3连，这将直接决定是否会有第2期。我们先来看国产大型模组的消息。首先，东方王朝因3月没有什么新特性的更新，作者表示本期暂不参与。接下来是汉番李治，由模组作者甲乙丙丁供稿。本模组更新了汉番李治 1.99 原封新制版本。首先呢，我们修复了若干已知问题。其次，正如版本名所言，本次更新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原封新制，即翻新时装了本模组 1.17 旧版本的送出官制，对应历史上原封改制之前。这里的改制呢，指的是元丰至淳熙年间一系列的改制的统称。现在1066剧本默认采用此制，而1178年剧本则采用了改制之后的新制。AI 将会在1080年，即历史上的元丰年间之后自动进行改制，玩家则可以选择不改或者是非实施改制。除了官制改革，3月份还更新了其他内容，调整加恩、回授、官制、考课、处置等处的条件、效果或文本，时装统计决议与增减官资互动，恢复爵号授予，爵位新增郡侯以符合宋代史诗。殿试开放至礼部与使用贤能机制的帝国级领主，任期改为默认6年2任，且将自动接受后续任命。改制之前呢，宰相将获得大学士衔，唐至弘文馆，宋至昭文馆。独立的藩镇将自动采用留后继承法，律令制增加国库机制，国手将优先以无地士族为头衔候选人，优先部分事件 UI 布局增加华条，替换部分图标与背景图等等。最后，若发现内容缺失，建议检查所使用的模组版本与兼容。接着是救济余晖724，由模组作者蜜水供稿。3月份呢，首先是适配了新的服饰 DLC。然后是新增了三论宗与陈实宗2个较早的中土佛教派系，调整了南朝人物的信仰，还优化了阿拉伯部落的分配，推进了756剧本的开发。4月份正在基于 Open Beta 的可视化故事机制决战开发中，计划中呢有隋炀帝后人的故事、波斯复兴、安史之乱、干粮之变等等。接下来是宦门入侵，由模组作者弥三小姐供稿。大家好，这里是弥三小姐，很荣幸能够在旭人梦哥哥的栏目为大家介绍宦门 mode 的3月更新内容。由于 CK3 进行了 1.19 的公开测试， 1.18 版的版本已经停在那里了，因此我们主要讲这次公开测试中引入的2个新的内容。第一点是军事化传统，正如贴图一样，军事化传统表现了索米尼亚政体投入军事化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原本削弱了建筑提供的兵士上限，宦门呢也跟进了这一改进，将大量建筑的兵士规模去掉了。但是呢，我们没有完全的去掉，这个工程正是保留了一部分。通过在这个工程中投入投资，你仍然可以通过基地获得一部分兵士规模。投入越高越多，就像是所有大型工程一样，这个工程呢也非常方便你的分成投入投资，一些项目呢也只有分成可以完成。第二点是改造圣地。宦门拥有这个游戏中最多的圣地，大概有30多处，但是绝大多数的圣地呢，在游戏开始时未能解锁，一开始大概只有2个或者3个，其他的都要抢。在之前呢，我们使用决议来进行这一过程，不过现在我们决定把它做得更有趣一点。现在这个决议呢，被移植了一项新的工程，你需要在河底的省份进行改造。
和风尘一起清除旧世界，获得新的更加世俗化的新场所。在工程完成后，和以前一样，该地呢会成为幻门的新圣地。我们按照工程所在地的不同地区，为这些工程配置了不同的插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接下来是灭神，由模组作者龚信人供稿。大家可能没听说过这个模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国人作者开发的大型模组，创意工坊的展示版本发布于4个月前，算是开发中的饼，目前没法正常游玩。背景呢是原创的幻想世界，类中世纪晚期的低魔奇幻世界。3月份的更新主要围绕着3个点。第一个点是地名补全，早期 demo 中缺乏地名的两南地区，现在也拥有了自己的伯爵岭地名了，这代表着我们基本完成了地图制作的主要工作。第二点是无人区，地图上的某些区域按照设定呢，现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将会在之后随着相关地区的进一步开发而体现出重要性。第三点是文化介绍，我们参考了某些其他模组实现了文化介绍，在文化传统仍在开发的当下，这也许会给你们一些对各地区文化和风味的进一步了解。当然了，还有更多。实际上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专注于一些基础的工作，例如隔离原版历史相关代码等等。但在最近的 1.19 版本公开测试后，我们将会迎来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可视化的个人故事界面听起来就和角色扮演是绝配。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国产模组《大梦春秋》，由作者萧十一供稿。依然事先简单介绍一下，《大梦春秋》算是老资历模组了。现在的大梦春秋呢，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大梦春秋3，一代发布于 CK2， 二代发布于 CK3， 但是在22年停更了，因为地图做太小了。现在的3代呢还未正式发布，还在开发中。接下来是作者供稿，已经完成的工作：一、宗教已经初步制作完成，大致分为了夏礼、殷礼、周礼、夷礼、吴楚、北狄、范陵等。2、文化已经初步分组制作完成，大致分为了先民、夏、殷商、周、东夷、北狄、西戎、东北夷、百越、巴蜀等文化组。3、大地图王国及以上的法理分割完成，并完成了第一轮的美术润色，正在开展的工作。第一，人物世系的校对以及补充。大梦春秋3将会在原有大梦1和2的基础上进行必要调整，主要呢是将各姓诸侯的家族进行独立，避免出现家族族长过强的局面。同时呢，新版本将补充大量各国公族亲族。2、填充人物的同时，对王国及以下法理地块进行分割合并工作，并对该区域的地图进行最终的美术润色。目前呢，已经完成了中国地区的1/4。到这里呢，国产大型模组的介绍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已经发布的国外大型模组的消息。先来说说 Rise 吧，由 Rise 汉化组组长牛奶大魔王供稿。大家好，这里是牛奶。区域沉浸与文化丰富 Rise 的汉化者。这几天作者维护了之前的许多风味包，添加了一些内容，尤其是索科特拉龙血岛的风味包内容。当你看到这篇日志的时候，想必牛奶已经翻译完并上传到了工坊里了。那还是让我们看看这期特别更新了什么内容吧。Rise 的龙血岛风味包在作者心中呢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 Rise 的第一个旗舰风味包，其他2个分别是北海和埃及，也是其认为 Rise 的第一个现代更新，因为呢是第一个开始规范 Rise 创作流程的风味包，也是 Rise 内容开始更加全面并与学术研究更好的联系在一起的风味包。不过距今已经5年了没想到吧？因此我们还是回顾并添加一些内容给老伙计吧。首先呢，我们添加了几个剧本。第一个是1178年剧本，拉赫班是古老的索科特拉民间故事主角。相传他是抵抗海外入侵者的英雄，并将入侵者中的一名女子纳为了妻子。时至今日，我们并不能够得知拉赫班当初到底抵抗的是何方民族，因为这些故事有着不同来源的反派，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人。鉴于呢，我们无法确认这个拉赫班是否真实存在，也无法确认他生活的年代，为此呢，在 Rise 进行了艺术加工，将他作为了1178年的一个可玩角色。他甚至会有一些初始的事件来决定入侵者以及妻子的出身，
以及他在历史上保护并巩固索科特拉岛的抱负。此外，在许多古代与中世纪文献中都提及了索科特拉及与之相关的马赫里等民族，似乎擅长巫术。例如马可波罗与伊本、穆贾维尔等穆斯林史料曾宣称索科特拉人能够召唤狂风驱离船只。尽管这些记载呢显然是存在了夸张的成分啊，但是巫术与魔法在索科特拉的民间传说中确实占据重要的地位。这可能反映了历史上索科特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曾与当地信仰习俗相互融合的痕迹。为此新增了一个决议，可以释放岛屿魔法以及呢与之相关的巫师身份。然后接着是1066年剧本。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感谢穆斯林会展的模组作者慷慨地提供了贾纳希德王朝的历史数据及代码，这让我们制作也门纳贾希德王朝相关内容呢更方便了。也门纳贾希德王朝是埃塞俄比亚前奴隶纳贾开创，这里的故事呢十分众多，但是Word文档空间有限，我们就按下不表了。纳贾在也门建立统治后，被效忠于法蒂玛王朝的什叶派苏莱赫德家族仇视，但是呢也畏惧其权势，因此表面上臣服，而后呢送给了纳贾一位美丽的奴隶少女作为礼物。那位女奴最终毒杀了纳贾，因此呢纳贾的2个儿子赛义德和纳贾什被迫逃亡至达赫拉克群岛。为此我们将二子赛义德设为了冒险者。在历史上，赛义德企图恩将仇报，夺取达赫拉克苏丹的位置，但是呢被其弟弟贾亚什阻止了。但哪怕没有夺权成功，这2兄弟呢依旧趁苏莱赫德家族前往麦加朝觐时伏杀了大部分人。因此呢我们会有一连串的事件链来模拟这一历史的事件，指前文夺权，以及赛义德、纳贾什和他们的妹妹都会获得一个历史渴望，为父报仇。最后到867年剧本了， Rice 在867剧本似乎添加了太多心血，因此呢这次没有开局剧本啊，结。不过我们还是做了分类角色进去，感兴趣的大家呢可以暂停后阅读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除了角色外，3月 Rice 呢还更新了一些杂项分类。接着是决议，拥有非洲之角文化背景或者特定传统的文化角色解锁了向玄灵木祈祷，从而获得一些修正加成。而位于东非和也门地区的统治者还可以采用脚巧茶来减轻压力，不过呢这个可是成瘾性毒品，若是使用过多会获得一个负面特质。最后一个是东欧地区新增了一个传统乡里互助。东欧呢有着互帮互助的集体劳动传统，村里的居民呢会协助彼此完成各类重要的事务，例如修建房屋或者收割庄稼。劳动结束后，受助方会设宴款待众人以表谢意。甚至在上个世纪的乌克兰科诺托普，第一条铁路就是市政府向市民发出了这个图图卡号召。到这里 Rice 消息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上古之王 EK2。EK2 呢在3月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更新消息，所以呢只推荐3月份发布的 EK2 子模组，一共是4款，供稿者为 EK2 子 mod 汉化组组长牛奶大魔王。第一款龙翼皇帝添加了龙翼皇帝的事件链以及复兴希罗蒂尔帝国。第二款终极上古之王精简版，这个呢属于是一个整合包，整合了各类工坊的模组，需要额外订阅单独汉化。第三款吸血鬼狼人巫妖很简单，就是狼人和吸血鬼可以做巫妖。第四款 Jim 的 EK2 新文化与新地图，这个模组属于是 OOC 类型，如果不在意的话可以试试看。作者推荐了牛头人、巨人、羊人等种族。除第二款之外，本地化集成于 EK2 子项目合集。好了，我们来聊聊魔戒吧。这一段由魔戒汉化者雷基拉供稿。魔戒流亡王国 mod 测试版已经于3月11日更新，适配了 1.18 普天之下版本。从地图来看，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补全了中土南方的最后一片土地，半原创的木马坎，或称蒙马坎。魔戒原著中猛犸象的故乡，也是模组设定中索隆麾下9戒灵之一曾统治的国度。从宏伟的旧日黑发族矮人厅堂，如今为崇拜虎山的奥克占据的马布拉德都姆，到南方文明的堡垒
科罗南德共和国，乃至森林中避世隐居的阿瓦瑞精灵，甚至是古老诺门努尔帝国的奴隶后裔。如今在这纪元行将结束之时，他们都将被木马坎的强大猛马踩碎、征服、踏在脚下。而在山脉的另一头，富庶的罗叶同样孕育着不满的种子。一位邪恶的王子将索隆的教诲带到这片土地上，他将取代腐朽的太阳王朝，向顽固的古道追随者与邪恶的努门诺尔国度从这片土地上抹去。从精灵西渡的灰港到色兰都邑的黑森林，精灵对世界的希望反映着他们对中土世界的信心。如果他们的希望因邪恶的进攻、正义力量的衰弱而被彻底粉碎，他们就将放弃战斗，去往西方，抛下人类的命运和他们曾经珍爱的国度。但如果光明战胜了黑暗，让他们的希望再度燃起，他们的力量就将大大增强，臻于极盛，甚至能够梦想恢复第一纪元精灵极盛时代的光彩。同时呢 ，MOD 也适配了 1.18 的霸权头衔机制，黑暗的索隆、光明的精灵、坚韧的矮人、北方与南方的努门诺尔后裔，乃至中州各地的原住民，如今都有了能够通过决议创建的霸权头衔。而同样新加入的部落联盟，则在魔界末路中被改造成了防御联盟机制。就像河谷帮与都灵矮人守望互助的友谊，你可以让这份友谊在游戏当中呢世世代代的存在下去。最后，就像维林诺的大军会从西方前来，将中州从索隆的邪恶中解放一样，对于主宰了中州的正义力量，我们呢同样会有一些额外挑战。在被阿尔法拉宗献祭给密尔寇之前呢，祝你玩得开心。接下来聊聊 POD 黑暗亲王吧。供稿者为 POD 哈帕组成员 Hunter。POD 黑暗亲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给没了解过的观众。这是一个基于黑暗时代吸血鬼世界观的大型模组，堪称永生者的 CK3 之旅。游戏聚焦于1230年的隐秘世界，吸血鬼、东方鬼人以及人类裁判所等势力在历史的阴暗面暗中角逐。模组颠覆了原版的生存体验，带来了全新的100余种信仰与种族专属建筑，并引入了能学习魔法、变形等超能力的生活方式与旅程机制。玩家在游戏中将扮演不死之身，在发展氏族、经营血仆与牧群的同时，还必须时刻对经内心新受的侵蚀与嗜血的饥渴。无论你是想体验西方血族的政治博弈，还是东方鬼人的修仙心法，这个充满着暗黑与阴谋的超凡世界都绝对不容错过。3月份主要是适配工作，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更新，但是呢，我们可以聊一聊未来的更新计划。目前已知的未来更新呢，主要围绕着可扮演的全新种族。第一个是血仆，分为血妇血仆与自由血仆。前者呢是正常的吸血鬼的血仆，因精血依赖而受制于吸血鬼。后者呢没有主人，但是依然有精血依赖。共同点是永生可以使用血绿，有饥渴机制。血绿的最大上限取决于吸取的最前世代的吸血鬼的血液，以及一些独特的决议。再来说说独特点，血妇血仆的独特点在于主人的任务获取精血来缓解饥渴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旅程完成主人下来的任务如果任务失败，并且主人不喜欢你，那么你会被抹杀。自由血仆呢，如果饥渴达到最大，会变回人类。获取精血的方式呢也不一样。自由血仆需要猎杀吸血鬼，或者是通过囚禁的吸血鬼来吸血。说白了就是前者呢有班上，但是干不好呢会死。后者是自由职业，得自己想办法搞收入，钱不够的话就会进入斩杀线就变成人类等死了。第二个种族是凡人，但不是大多数的人类，而是遗传血仆，也就是血仆的凡人子嗣。虽然不再永生，但是拥有着比凡人更久远的生命。遗传血仆的子嗣呢，也有可能成为遗传血仆，无法自然学习高阶血绿能力。第三个种族是化兽族裔，莫克莱或称蜥蜴人，史前恐龙诸王的后裔，类似其他化兽族裔，比如说狼人和巴斯勒。独特点在于呢，寿命非常的长，有着独特的龙梦超能力、旅程、决议、兵士以及对制作宝物系统额外加成。好了，到这里呢 POD 就结束了，然后是 After the End 末日之后。
供稿者是 ATE 汉化组的组长利伟林。首先，新的美利坚教信仰，远离德克萨斯与东海岸联邦主义的堡垒，有这么一群人对旧美国的价值观有着自己的解读。这些西部准美利坚教徒呢，摒弃了国父和旧时代的伟人，转而信仰这片土地本身和每一个人。他们拒绝华盛顿特区的总统和萨克拉门托的权威，为了自由与信仰，他们不畏强敌。但还有什么比战胜看似不可能的困难更具美国精神呢？随着 0.21 版本奥斯曼迪亚兹准则的更新，约曼农派将迎来期待已久的重置，同时呢，还将新增一个姊妹信仰尤里卡之路。然后是绿教重做，在 0.21 版本中，绿教信仰迎来了一系列变革。我们对整个绿教宗教组以及下属的信仰进行了彻底的自下而上的全面重置。部分设定上略显牵强的小型区域性教派已经被移除或者调整，而另一些教派呢，则获得了细节优化、全新的美术资源，或是经历了彻底的机制重做。此外，我们甚至新增了几个教派。以下便是本次更新内容的详细列表与预览。说完宗教，3月份更新的重中之重当属是巴西。从亚马逊河口到里约热内卢的街头，巴西丰富多样的历史和文化正是其宝贵的财富。随着 0.21 版本更新的到来，4个全新剧本已经上线。你不仅可以探索一系列的新增起始角色，更能够深入领略这片不尊巨象之地那么多姿多彩的地理风貌和各色人群。不屈巨象兴衰起伏，随波逐流，乘风而行，这便是美洲霸主所背负的宿命。每一个鼎盛时期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衰退期，但与此同时呢，也蕴藏着再次强势崛起的契机。在 0.21 版本中，巴西将迎来重大更新，并且应用原版的天朝制以及相关的机制。我们成功的让旋转之轮不仅能够顺畅运转，更融入了独具巴西风情的独特风味。在 0.21 版本还有大量的新的兵士被添加，以下呢是其中的一些，大家感兴趣可以暂停看一看，这里就不多赘述了。最后一部分值得一说的是账簿，作为一份额外内容，在此向大家展示一下即将在 1.19 测试版中登场的全新账簿系统在末日之后模组中的实际样貌。在 0.21 版本开发完成后，我们会将模组同步更新至 Products 官方为十字军之王3发布的最新游戏补丁版本。好了，到这里 ATE 末日之后在3月份的更新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来自牛奶汉化组副组长伊恩的公稿，内容包含17款大型模组，分别是 CK3 社区最火爆的模组之一 AJOT， 已发布的模组末日之后南方大陆、第5太阳纪、重生之光和世事无常。3月最新发布的 NEOW 新纪元旧世界，正在打复活赛的火焰文章和兽魔国度，暂未发布的火影忍者模组忍者传奇，艾尔登返还模组艾尔登之王，亚瑟王模组凛冬王，邦联危机，塞尔达模组海拉鲁之王混乱纪元，古希腊模组霸权，中古战锤模组魔巫之夜，非洲模组黑人之地，以及辐射模组辐射之王，共计17款接下来呢是来自伊恩的供稿内容。首先呢是本月新发布的 NEOW 新纪元旧世界模组，这个 mod 和 ATE 呢并不是一个世界观，不过离野城旧大陆的 ATE 问题也不大，重置与现代化的西欧地图，地名都使用了除了 CK3 玩家以外的人最熟悉的现代欧洲地名，地形和较末日之后呢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数十种新增宗教、信仰、教义与核心教义，比如把小说当作圣经研读的小说教和各类现代异教，数十种新增文化与传承，新增的科技、建筑与兵种，比如说飞艇和化学武器，海量的精美艺术资源，以及可以使用村设置贸易功能的少数群体社区，可以游玩无地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土耳其人。下一步计划将向东扩张，覆盖整个欧洲，俄罗斯除外，最终呢会扩展到整个原版地图。本月他们已经加入了农民共和国和城市共和国两种新的政体，最近呢还在推进这个神权制的制作真就不怕和官方内容撞车。以公元476年为开局的模组世事无常，
与同题材的著名模组雄鹰陨落相比，考据呢更加细致，且完全聚焦于476年这一剧本。雄鹰陨落制作组现在正深陷于东方酷图的庞大工作量的泥潭中啊，感兴趣的玩家不妨先来试试这个模组。在最新发布的 0.2.0 版本中，模组全面翻新了亚罗马制政体，即蛮族入主罗马故地后的统治形式。具体更新内容包括新增非罗马统治法律，用以平衡蛮族统治者与罗马平民的关系，压迫或融合由你决定。军事、税收、贵族控制力3个层面，让国家逐步的从罗马体制滑向封建制度。蛮盟系统重置，蛮族作为部落盟友被安置，保留自身的法律，但是随时可以提前封建化。由于此前呢游玩本模组的人数不多，汉化组的热情有限，因此汉化尚不完整。不过汉化项目呢正在推进中，大家可以先玩起来。本次的开发日志呢篇幅较长，更多详细内容请前往伊恩的专栏。忍者传奇也就是火影 MOD 出版地图呢包括了火之国、水之国周边和东大陆使用普天之下政体的类中国国家，有包括忍者对战在内的很多新的机制。这个月呢作者已经基本完成了社团机制的制作。这张图是木叶暗部界面，可以看到啊，暗部内分成了正规暗部和根部两派。接下来要说的是十字军之王3社区里最火的模组 AJOT， 也就是冰与火之歌模组。制作组呢更新非常勤快，这个月呢又加了不少建模和内容。本期视频主要聊聊他们最新的开发日志，核心呢是一个新的机制妻子审判。如果你看过冰与火之歌，那么应该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它是维斯特洛特有的一种比武审判形式，由双方各出7名勇士进行对决，胜负交由7神裁决。原著中呢只记载过2次，一次涉及梅戈一世，另一次呢就是邓克与伊格里、高个邓肯与伊里昂的那场对决。在模组里呢，这个机制被做成了2种动态情景。第一种是继承危机，当有人篡夺王位时，合法的继承人除了接受现实或发动战争之外呢，现在多了第3个选择，要求进行妻子审判，由继承人一方对阵篡位者一方，胜者呢拿下王位。第二种是囚禁情景，当角色被国王囚禁的时候呢，可以要求比武审判，极少数情况下会升级为妻子审判。囚犯一方为自由而战，王室一方则要维持囚禁。如果囚犯在王室中有朋友，甚至可能通过特殊的事件直接处罚。妻子审判有着严格的规则，勇士必须年满16岁，勇武不低于15，拥有斗士特质，是骑士且信仰七神。双方领袖如果凑不齐人，可以靠好感度拉人，或者雇佣佣兵填坑。御林铁卫通常效忠于国王，但是呢，根据个人的忠诚度，也有可能导向合法继承人。战斗采用1对1对决，一方领袖战败或者被击倒3次即告结束。不过测试员呢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他的儿子带着4把瓦雷利亚钢剑，全员勇武20加的豪华阵容出战结果被对面的螃蟹队反杀了。用他的话来说，神明并不总是眷顾更强大的一方。这套系统呢还引入了角色的隐藏人格数值，影响谁会主动参战，谁呢会在关键时刻跳出来，比单纯看特质要复杂很多。正如日志结尾这句话，你相信你的事业是正义的吗？那就让神明来裁决吧。再说下 AJOT 在3月新发布的子模组推荐，这一段子模组供稿者为 AJOT 子汉化项目汉化者无一，推荐6款模组。第一款龙王生活方式树，加了一个新生活方式树，就这样。第二款缅怀往昔 AJOT 兼容子模组，这个是适配版 MOD， 根据冰火的原著内容进行了文本优化，编年史会依照角色的文化、信仰、所拥有的特质等内容进行风味化创作。参加过守夜人或是佣兵团里的事迹呢，也会收录到编年史里，并根据编年史的作者对逝者好感度呢，有着正面、中立或负面的编年史内容描述。第3款魔法和新建筑，新增了系列血魔法的建筑。第4款守夜人选举重置，这款模组重置了守夜人军团的选举机制，以前呢是由天意随机选择，现在呢每一位守夜人都能够参与到总司令的选举中，并且呢会根据军团当前的发展方向，有着大致青睐的候选人，候选人也可以进行拉票。
候选人的能力、威望等都会影响选举结果。第5款维斯特洛地标，这个模组将维斯特洛大陆上的部分家族居城设置为了特殊建筑。第6款巨龙长存，假如血龙狂舞后的坦格利安家族没有失去大部分的龙，而是一直存活到了戴伦2世时期，新增了2个剧本，曾书摊比武大会前贝勒王子存活的剧本巨龙长存，春季大瘟疫之后龙家血脉凋敝，龙纷纷飞走遍布整个大陆的剧本血与火之争。好了，继续伊恩的公告部分。艾尔登之王 MOD 正参照着艾尔登法环的游戏地形进行建模，整体还原度相当的高，应该是目前十字军之王3颜色最花哨的地形图了。而且制作组呢，终于开始做头衔的英文本地化了，这个月发了带本地化的帝国级和王国级头衔地图。话说工坊版本呢，作为广告效果相当不错，吸引了不少老头环爱好者参与制作，未来可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凛冬王模组，这个模组改编自英国作家伯纳德·康威尔的《亚瑟王3部曲》，是十字军之王2同名模组的续作。开局年份设定在公元479年，正值后罗马时代的乱世。和原版相比，这个模组的头衔划分更加细微，可以理解为一个区域细化版的雄鹰陨落。出版只覆盖不列颠岛，未来制作组计划扩展到西欧地区。这个月他们发布了一张罗马不列颠行省的虚化图。根据之前的日志介绍，模组有一套动态的头衔机制，通过文化专属头衔、征服决议和法理重构系统，生动还原了后罗马时代不列颠岛上凯尔特原住民与昂格鲁萨克逊入侵者之间此消彼长的拉锯战。玩家既可以扮演入侵者重塑疆域秩序，也可以作为原住民守护并复兴古老王国。每一次征服与收复都会真实的改变地图上的法理格局。 OZ The End 简称 OZTE， 原来叫末日之后南方大陆，是 ATE 的澳洲版本。制作组说今年终于要稳定放预告了，毕竟去年一整年都没动静。据作者自己说呢，社区都快炸了。这个月他们发了澳大利亚东南部的盾灰图，这些都是制作组和社区很多人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做的。不过国内呢，应该感兴趣的人不多，毕竟土澳文化呢还是挺小众的啊。补充一句啊，31号制作组呢又发条新的消息啊，大的要来了。说起 ATE， 想必大部分玩过的玩家呢早就忍不住那个倒过来地图了。这里呢有个好消息啊，美洲地图终于要正过来了啊，不过不是 ATE， 而是一款聚焦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历史 MOD 第5太阳纪。他们在最新的开发日志中表示啊，借助原版地图扩展的机会，已经将地图调整为了数值方向，并且细化了 1.5 倍。目前的地图呢，覆盖了从今天的墨西哥到巴拿马的中美洲地区，包括1204年和1474年2个剧本。这款 MOD 在2023年发布了阿尔法测试版，2025年在普天之下 DLC 发布前推出了基本不再闪退的贝塔版本。在从阿尔法版过渡到贝塔版的过程中呢，虽然经历了一段沉寂期，但是开发组呢其实一直在修 bug 和丰富内容，只是到普天之下上线之前呢，内容都还不够完整，所以迟迟没有更新。新版本呢正在向墨西哥以北的干旱美洲扩展地图，也就是加利福尼亚一带。最让人期待的还是西班牙的入侵机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到那里。接下来要聊的是古 MOD 弗朵拉火焰文章风花雪月。这个 MOD 21年发布，23年又停更了，大部分玩家呢估计听都没听说过啊。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模组它要彻底凉透了。但是最近有好心人接手它的更新，而且进展很不错，近期呢很可能会诈尸复活。新同时代重生之后呢，终于又有 MOD 要打赢复活赛了。说起复活赛，那就不得不提这个兽魔国度了。这个 MOD 汉化呢还没有发布就停更了啊。当时刚好出了无敌人 DLC， 本来还以为终于能玩到冒险者杰洛特了，着实可惜了好久。我们终于等到了新的巫师猎魔人 MOD 啊，猎魔人北方王座，一支来自俄罗斯的制作组重启的这个大 IP 啊。严格来说呢，这个不算是诈尸，他们是基于更精细、更准确的地图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模组。更令人惊喜的是呢，本月制作组决定将地图南扩到尼弗加德帝国。据制作者透露，未来几年呢，还有计划加入哈克兰游牧民啊。只可惜猎魔人的背景设定啊，并没有类似中国的国家，
这是他们最新公布的精美兵种插画，能看出美术资源相当丰富，美术好的 mod 多半不会轻易放弃，所以这个饼迟早还是能吃上的。只是新的地图呢做得很精细，要完全画完恐怕还得等上一阵子。接下来是邦联危机 mod， 在 CK3 里玩群星。本月呢，制作组发布了民主立法机制的预告。如果你的政府设有立法机构，你将无法通过常规的法律界面来颁布新的法律。相反呢，任何新的法律都必须以法案的形式提出，并启动一项活动。在此活动中呢，你还需要通过政治交易、谈判、政治分肥，偶尔还要靠这个直接贿赂来争取立法机构通过你的法案。群星时代就是先进。重生之光，现在的 CK3 架空历史读秒，2代无敌之光 mod 的续作。3月呢刚更新了新的版本，大部分血脉特质都做了独特的外观。东罗马这边也加了不少专属内容，美术真的很顶。可惜现在还有点不稳定，容易闪退。感兴趣的可以下来试试看。塞尔达 mod 海拉鲁之王混乱纪元。或许有人会问，塞尔达系列作品众多，剧情大多彼此独立，那这个 mod 是基于哪一座呢？顾名思义，混乱纪元的设定简单来说就是将不同版本的游戏世界汇聚于同一个时空，上演一场跨次元的大乱斗。这个 mod 几乎每个月都会稳定的发布一期开发日志，本月呢已经是第23期，近几期的内容都是以美术为主，本期也不意外。这次的主角是一个名为黑暗武士的种族，如果你玩过塞尔达传说，那就应该会知道他们是游戏中的精英敌人，那些身着重甲行刺胡狼的重装战士。 mod 将这个种族打造成了一个完整的可玩势力，占据地图西部，拥有独特的文化、宗教和特色装备。目前制作组手上呢已经有了一批来自海拉鲁、全面战争等项目的优质模型，正忙于将它们转换到十字军之王3中。不过这项工作量呢巨大，而团队目前呢仅有1名 3D 美术师在推进，因此呢这期日志既是成果展示，也是招募人才。如果你或你身边朋友擅长 3D 建模，欢迎加入支援。后续他们还计划展示其他种族的 3D 资产，比如将在4、5月份推出的卓拉族。总体而言呢，这个 mod 的美术资源相当扎实，感兴趣的玩家不妨持续关注。霸权，公元前745年古希腊开局的历史向 mod， 玩家可以体验到雅典、斯巴达争霸和亚历山大征服。这个月发了宗教系统重置日志的预告，原版看预告呢，很可能是宗教 DLC， 不知道会不会有冲突，等日志出来之后再细说吧。这个是他们适配普天之下版本的新地图，魔屋之夜，洋人制作组制作的中古战锤 mod， 是 CK2 同名 mod 的续作。这个 mod 早就立项了，不过由于人员变动、祖传代码打架、设计思路反复横跳，导致之前一直在建了推了建的循环里折腾。魔界组那边大佬看不下去了，不仅帮着排雷，还分享了不少代码和系统。最近呢，总算是憋出了一个稳定能跑的版本，为后续开发铺平了路。制作组也放出了一些地图部门的最新进展，一个区域已经接近完工，从截图里应该能看出是哪个经典地点。接下来他们打算每个月定期汇报进度，这饼算有的吃了。黑人之地是一个聚焦非洲的全面转化模组，游戏开局时间为1512年，初始地图涵盖西非与北非。如果未来能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那么结合原版加上 OZTE 和 ATE 或第5太阳纪，那就能凑个世界地图了。另外顺带一提，辐射之王也就是十字军之王3的辐射主题 mod， 原本计划是在月末发布一篇较长的开发日志，但是开发组跳票了好消息呢是4月份有可能会释出一个不可玩的测试版本不过也只是可能说不定还会再割。到这里，这期视频就完全结束了。相对来说呢，非常恐怖的一个文本量还是如开头所说，本期视频为试播集。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感兴趣，请务必3连，这将直接决定这个系列是否有第2期。这里是旭日梦，我们下期见。